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第一点。那我轻轻拿起来，你看多少边眼，手不要碰到。古人常说，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。山水之地向来是陶冶性情、休养生息的最佳环境。北台湾的山林资产虽然不如中部或东部的大山大水来得壮阔华丽，然而细细品味之下，不管是乌来、石碇、深坑、平林等地，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与文化，也蕴藏了许许多多隐居修炼的盖世之人。今天咱们将深入北台湾的山区，来一趟最独特的山径之旅。不过，稍等一下，上山之前有个台湾唯一、世界顶尖的高手，咱们先得去拜个码头。这边车有够多，想不到在这工业区竟然可以找得到跟国宝、跟传统文化有关的一个制作工厂。我一想，好像连不太起来，可是在这边就有一个全台唯一，去看了就知道，好不好？小心走哦，车真的很多。好，对，来，咱来去挂做的。哦，这是咱做吧第一个步骤。好，一定要做的，因为是弄的，弄完这种都袂使。白，你带你变路啊。哦，这边的味道跟刚才在外面的办公室味道对不太一样，因为有加冰片麝香，它是中药的一种。那这样我们蛋点，你说加什么？中药。末条里面加中药，对，加冰片，加什么中药？因为它历史记载，它就是要加冰片，就是我们吃龙角散、运功散凉凉的味道，真的要加，会磨出来才会有味道，会香。所以你写中药是为什么？是对身体好吗？这个历史它有镇宅辟邪，还可以当药引。然后我们以前的墨磨出来是不是臭？嘿，但是它写出来会清香，所以你练书法你才会练得好。哦，不然你摸错了，练不好，练不好，会受不了那个味道，受不了那个味道，对对对。它像蒸馒头要把它蒸软，有没有？我刚才想说这边看不出什么东西，就像这样蒸软，把它插进去，它插了进去都可以粘了，那就跑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沙拉油，防止它粘，不要感觉它的柔软运作，就这样加。这种看起来像什么爽身粉还是什么？对，可以看一下吗？有点像吃龙角散在。对，龙角散的味道，很重，很明显。这个干湿度要凭经验。对，要凭经验。我刚刚讲到，你太软也不行，像刚刚就没有真的，家长说要加点水，这个都要凭经验加。所以有些看画图的话，它对，你会看得到有色泽，对，还有层次。这种就是化学胶不可能会有。对。
听陈大哥说，松烟末主要的原料就是燃烧松树后取其留下的烟灰，再与牛皮胶混合而成。大约从东汉开始，松烟就是主要的制墨原料。又因为古代制墨会加入中药，甚至有治病专用的墨，称之为药墨。大哥刚才抹的是油，沙拉油要防止它黏。好，这个敲哦，你先看我敲。好，你不要它有点软，你不要太大力。好，你要轻轻的敲，不要敲到很扁。好，然后再把它卷起来，敲3次。比如说来这1，它这样但这个敲的主要用意是把它空气打掉，让它的密度更密。抹一点油。对啊，好，这好重，敲也是一样，要知道它的柔软硬度，施多少力。好，再来，再大力一点不行。好，这样可以来，这个力道可以来。好。说到陈大哥的父亲陈家德，可是全台唯一的国宝手工墨师傅。因为意外摔伤了脊椎，让原本从事汽车零件的他，硬着头皮扛下传承文化的重担，从汽车界的黑手转而成为文化界的黑手。就是有手法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手法，不是说揉起来就好。对。你也可以说像在做揉面团，你也可以说你像在玩那个粘土做陶土。对，它就是揉圆，然后拨揉长压。揉圆、揉长、压，至少要4次到5次，然后就开始揉圆，最后把它揉圆。对，揉圆，然后再把它揉长。看模具，你要揉长的时候要知道模具的长度。身体还有一个律动，有没有亮的？哇，很累，有点累。看起来好像简单这样揉一揉，实际上很累。对，哇，很漂亮。这个要敲这个手要拿这边，好，敲这边它就掉下来，但是它是一个卡榫的原理，这样就掉了。这个像不像在做月饼？对，敲进去。这个从以前最早就是像这样，40年的历史。哇，这也是沾油，沙拉油它防止它黏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手要拿好不要敲到手。好。就卡住了这个卡榫的原理。好，然后墨放进去，这个长度刚好有没有？真的。对啊，你要懂得什么墨的长度在哪里。难怪要这样揉。有没有看到两边？我把它再拿起来，有没有？你看我揉的多准确，都好，这边那个扛起来。这个再来就是做这个挤压成型，用做的来。就是这样做，哇，好，这样做，它压起，然后再转一圈，它再压一次。哇，这个压的也是有历史的，这样就好了。要不是看陈师傅的示范，真的很难想象木盒、铁锤、板凳到底跟墨条有什么关系。而且师傅揉墨的过程，汗水不断从额头上冒出，全身肌肉紧绷，仿佛从头到脚的力气都集中在手掌上，才揉好一根墨，在冷气房里一样满身大汗，也让人更加好奇，到底这揉墨跟揉面团、揉粘土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是有一种人不能做，就是流手汗的人不能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墨它是怕水，所以你刚刚看我们在弄一些机器上面或者是棒子上面那些油，那些都是油，它不是水。是，对，因为你遇到水的时候，它墨就会粘住。粘住之后粘在手上，你没办法。你怎么揉怎么弄都是粘在手上，你没办法，没办法让它成型。对，所以流手汗的人就没办法。他是没办法做这个手工墨的，就这样，然后压。有可能力气还要再粗大，还要再粗大，这样子。然后滚起来，揉圆这也要出力。哇，我收回，这跟粘土差很多，这不像看粘土很好弄这，而且它有一个弹力。对，因为它是橡胶，它是牛皮胶，对它那个弹力
哇你嘞！哎，老公，现在这个揉圆，你就要把它的裂痕都把它揉密合起来，揉到看不出裂痕。对对对，就哇，怎么这么裂痕？哇！现在终于懂了，为什么刚刚师傅揉墨需要有节奏的律动，为的就是要将全身的力气带到手掌上。要知道，墨团比起面团更硬更 Q， 至少10倍以上。想要将墨揉得圆、揉得亮、揉到完整无裂痕，经验和力道缺一不可。我们整只手这样子压上去。整只手，我这样整只手拿起来，可以。然后因为它刚做出来它是软的，对，你手压下去它就会定型。这样子吗 ？OK， 好压。要压多大力？处理你要让它印上去，再来。你很像在跳舞，身体都有一个律动。你在动跟你手的。对，这是另外一个独门技法，就是分开走。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！世界第一点，再来，哎，这样它变形嘞！再来，对，你要让它变形，再来，好，哇，来看，对，这就是手。这就是你的手印，专属的就是全世界就只有这一只是我自己的。哇，对，这个就是你的指纹。然后我们就是会让那个来体验 DIY 的，我们让他们带一个自己的指纹墨回去。墨之后下一个步骤是阴干。对，阴干的过程差不多要15天至20天。啊，这么久啊？要看你的墨的大小，然后还有看天气的温度。那像刚才这一只呢？这只也差不多啊。它现在是软的，对，我们做出来它是软的。我好像在开玩笑一样。对，它现在里面还有水分。对，我们阴干就是让它水分蒸发，让它硬掉，所以超15天至20天。15天20天。墨很奇怪，墨它其实算是活的，是因为如果你下个2-3天大雨，它原本快硬了，它有吸湿气了，会变软。哦，所以很麻烦，照顾墨是最麻烦。真正接触之后才知道，手工松烟墨的制作难度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汗水。更让我们讶异的是，这样国宝级的手工墨售价并不算高。一问之下才了解，因为陈家德师傅曾说过，制墨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传承。而这也成为第2代陈师傅必尊的父训师训。手中拿的这个算是这边的镇店之宝。吉尼斯世界纪录最粗最大的这个叫墨柱，对，这个是陈家的师傅亲手制作的。现在在桌上看到的就是等于算是新的文创了，对，哦，它这个模具以前都是用那个木头的模具嘛，对，它就要特别找老师傅去定制。现在这个模具呢，是你们设计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用3D 列印的方式把它做出来，新鲜的哦，刚出炉，好可爱哦。这个是土地公吗？对，土地公，很可爱哦。这2个很像水壶的东西，很像环保水壶。那它是一整套的书法用具组，听到没？它是一整套书法用具组哦。这最上面它就是砚台，那它是挤配在上面。这就是砚台啦。对，就是我们就把它做了很扁，然后很小，那也是跟工厂沟通过很多次。一整卷的用具，那里面包含就是，帮我打开来。好，毛笔跟墨条都在里面。哦，毛笔啊，这个是组合式的。对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墨条，这是口红式的墨条，它转出就可以使用，所以就是在过程中手就不会碰到墨条。遵循古法，绝不用石灰、人工合成胶等化学原料，让全台唯一的国宝手工松烟墨维持一贯的品质。在与文创行销结合后，也让更多人认识手工松烟墨的珍贵之处。然而有趣的是，有人坚持做黑的，就有人努力做白的。石碇这边呢，是整个大台北地区就是翡翠水库。
的集水区，大部分都在石碇郡境内，所以石碇其实是水质非常好的一个保育区，是国家级保育区。这边呢，所以为什么豆腐有名？包括我们这次要去的面线，手工面线非常的有名。大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多早？我的天哪，你们都这么早就开始工作了？啊，当然，你们每天都几点就开始了？4点多就要开始做，才来得及，因为整天大概要8到9个小时才有办法做出来。说到石碇，相信很多人都相当熟悉，尤其是老街上沿着河谷而建的吊脚楼，更是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地标景观。而优良的水质也造就许多手工传统美食。面的皮要光滑，表皮如果光滑，就代表里面的空气已经挤出来了。对。好，交给你。好。要顺着边，要顺着边走。对。一样是跳舞吗？啊，对。我这是踩比较大力。对，因为才会扁啊，不然不会扁哦。哦，好滑哦！到底有没有扁啊？还没啊。我看一下，还这么厚啊！大家可别小看这踩踏的动作，不但要维持全身的平衡，更要用力对抗面团的筋性，将多余的空气压出。而这还只是制作面线的第一步，接下来则是要将这一大坨的面团切割成条状的超粗面条，在经过3次的机器滚面后，才能进一步盘面、醒面，慢慢拉成大家印象中面线的样子。你看到我手上拿这些铁杆，本来是直的，对，是拉成变成这样。对，因为面线太 Q 了，它有时候就会太弯。这个每一只弯度都不太一样哦，像这只更弯。师傅，我们现在这个步骤要绕8字，先固定杆子了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地上已经都是这个5盆这个拉好的面团。这边就这样揉掉了，把它固定住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固定住。好。也很像在跳舞，身体都有一个律动，这样上去，对，然后接过来，上去，接过来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推，对。因为它这个拉过来不是那么好拉，就是你稍微拉过来之后，这边都还好，但你再过来之后，这边其实是要出力把那个对抗它的弹性。奇怪，我怎么没有那个律动呢？你要绕完100只之后就会了。绕完100只以后就有律动了，对。你在中正你走对。对，这是另外一个独门技法，就是分开走。奇怪，我好像在不知道在丢什么。我说许师傅啊，你们这里根本就像一间健身房嘛，每一个步骤都在训练不同部位的肌肉跟协调性，更让人见识到手工面线的制作难度。右手接，你要握着头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为什么会一直被拉过去？然后1、2、3。这是当时。回头啊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！世界第一等。师傅，你刚才脚是怎么动？我其实要靠
靠这样。然后拉，对，让它那个惯性出来。你看我照理说比较大只哦，结果我是被师傅拉着走，而且那个面会把我这样弹回来。再试一次，不死心。你不要毁了那我就是怕毁了它。天哪！这边根本是健身房，每天早上8、9个小时的健身。平常看这些师傅拉起面线，好像轻轻松松的，没想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！不但施力点要讲究，力道更要拿捏好分寸，才能将面条拉得开，又不至于拉断。由于一定要2人一组合作，更考验着彼此的默契。我们刚才第一次拉面拉完的时候，它就是大概是乌龙面粗度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个放了一段时间，它就会再延展开。对，然后所以多加这一根。好，先拉。那我要做什么准备？轻轻拉一下，我轻轻拉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轮流哦。我甩，然后2个人一起拉，然后放松啊，换你甩，轮流啦。好，准备来甩，拉，放松，来换你拉，要一起拉，甩拉放松。哦，来甩，拉，甩拉放松。好，甩拉放松，等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细度是面线的细度了吗？它干掉之后还会再更细一点。机器做的会比较细，对不对？就是很一致，然后很细这样子。对，那另外一方面也是，这也是我们的特色。对，我们的面线就是比传统的面线再粗一些。等于是手工面特性，它的粗细跟外面我们印象中，你现在想象说啊面线那个样子其实是不一样，因为大部分都那种机器都是固定的，而且还有每一条大小粗细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就吃起来不像手工的是粗细不同，就吃起来会比较口感比较活泼，比较活泼。没错，手工面线之所以迷人之处，也就是这独特的口感。许师傅更搭配了石碇翡翠水库的优质山泉水，仿照日本设计好吃又好玩的流水面线。就是不知道面线当冷面吃，究竟滋味如何呢？面来了！天哪，好快！夹到！太有趣了！我第一次吃这个流水面，很日本的这种感觉很凉爽，它小小一坨原味的，然后配上它的酱汁，特调酱汁，哇，没夹到就下去了呢。哇，好有，可以，超 Q 弹，这完全跟我们自己平常吃的那个面线完全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创意料理，温泉蛋、溏心蛋这种，然后绞肉，然后外面包这个手工面线。哇，好香哦，好香。面炸的刚刚好，酥酥脆脆的，一点点微咸口感，配那个绞肉跟蛋，这一颗吃完，其实大家有些可能食量小一点的女孩子，一颗就好像吃了一碗面，然后上面有肉，然后配一颗蛋。常听人家说，平凡之中自有不平凡。再简单不过的面线，让我们感受到不凡的职人精神。坚持古法的理念，加之以身体力行的呈现，绝对不是3言2语可以说得完的。而且更有人为了这样的职人精神，火里来水里去，考验的就不只是体力，更是耐力与意志力。我这卫生大了啊，大了先推起来去。大了到哪做？太大力不好烧。你看火已经升起来了，但是应该还不到那个工作温度。
来到石碇，相信很多人对于远光打铁店一定不陌生。拥有100年历史的他，叶师傅和他的父亲、祖父3代人，日复一日，用着同样的方式服务着人们，一样的坚持，一样的传统，一样的火里来水里去。这个打过的，钢的还没打啦。这钢还没打。怕怕的，只较碎得的，就做2得啊。哦，这样子一片打2只刀了，这样大概刚才量了一下，大概1公斤半。这温度1000多度的，站在这边更可以感受到那个热度。然后刚才等下师傅在拿出来翻的时候，也给你看一下，它那个铁块已经底部有点红。大家别看店里小小的不怎么起眼，各式各样的打铁工具可都是阿公级的古董，一样耐操耐用。不过叶师傅也提醒我们，由于地方狭小，一旦打起铁来，可是处处危机，自己要多加小心呢。哦，这是当时最近的吗？对。是为什么要冲到？拍的时阵哦。无啊，人叫回头啊呢。哇，削到一下就就这样。挂着对啊。它那个温度太高了，师傅多少年的经验都还是会。无啦，他无那个。听师傅说，打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耐心，将铁块不断反复的加热敲打，再加热再敲打，最终成为理想的形状。但也因为动辄与上千度的火炉铁块为伍，注意力更是丝毫不能松懈，否则一旦烫到，肯定就是皮开肉绽。开始弯了。好快哦！不快的话就黑掉了啊。对。即马内底敢有轻度啊？超过了。塞，你刚才起火的方式啊？我看过安尼。迄是较早我创炉仔的时阵有炭，我咧烧迄炉仔无，就烧咧放安那活干那好，好，算讲有我就偷炭。无意间发现。对啊，无意间发现，给你们看啦。这个炭屎、铁屎拢有啦，对啦。迄烧黏啊，面顶这炭屎啊，内底铁屎烧黏啊。哦，所以只要隔几弯的就完。对啊，迄抹掉的呀。哦，难怪刚才我想说，看起来还是一块烧红红的，师傅就不要。虽然打一把刀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，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，似乎耗时费力，但在当年可是有句俗话说“陶瓦欢离怕铁”，意思是说早期农业社会铁器用量极大，最赚钱的方式除了和原住民交易，再来就是打铁，可以想见当初打铁业的繁荣盛况。你冰倒过来，冰倒过来啊，冰倒过来，两边。要老边都袂跳，一直跳。没有，我以为我拿很平呢。师傅说你可以看到我打的时候每打一下就弹一下，打一下弹一下。照理说要是拿平拿稳的话，它不会弹。你爱平的焊的啊。你若提安尼时阵，只焊落的时阵，手干了。哦。会飞个啊，手干到你手也会疼死啊。哦。你若提安尼。就是手干了啊！你若提安尼翘起来会飞啊！所以一开始你会惊这？惊伊啊！我伊卖食少，接济啦。
说老实话，光是用铁钳夹住烧红的铁块就已经让人小心翼翼啦，更别说要用力在上面敲打。要是没夹紧，或是放的位置不对，打的方式不好，都可能让弹起的铁片瞬间成为凶器。但若是不用力打，又达不到效果，真的是让我左右为难呐。而且塑形之后还得等待冷却再进行打磨，才算大功告成。哇好啊，塞好啊，这样子可以了。看麦姐，哦，咻咻呢，还是热的。我们从刚才你看到那一片铁片，钢片，然后2个多小时吧，就成为这样子一把完整的。这个是出刀，对，像这种你纯手工锻造的，这样打的，跟我们现在外面很多机器做的，刚美茶就贼。不是啊，它锻造的东西哦，就伊压焊，它的密度会越密。你像咱那个，跟咱软膏同款啊。咱咧做迄个，本来松松啊，打松松，一间软，伊愈软愈 Q 啊。你像麻糍嘛是同款啊。成语常说千锤百炼，今天有机会一锤一锤亲自感受，才知道要铸好一把刀，锤1000次是绝对不夸张。不过据说在石碇山区，终日与炭火为伍，不但能铸铁成刀，还能让人感受满满的幸福滋味。其实台湾北部都还有隐藏很多，其实就是这个传统职人做什么事情，他都是从头开始，他就是用最古法的方式去制作。就像现在4点半，其实我们3点就起床，准备出发往这个方向来。这个工作要从一大早这个时间，他们就已经开始。大哥早，早，哇，这么早就在剪材啦？对啊，我们等一下拿去有没有蒸糯米啦？这么早就要开始啊？对啊，来帮忙拿吧。好，是每天都这么早就开始吗？对啊，一年四季都这样。对啊。哇，为什么都要这么早？再睡饱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，如果没有像夏天的时候，如果你太晚起来，有没有？那麦芽糕煮好的时候没有？可能就已经过中午了。那到中午的时候会很热。那我们就早一点，就希望把那个他的没有工作的时间抓到12点以前，尽量，这样就不会那么热。要不然夏天煮麦芽糕就像在火炉里面一样。是，因为很热啊。对，所以你们煮什么全部都是用这个柴，都是可以，都是用柴是不是？对啊，都是用柴啊，我们不用瓦斯。柴煮出来比较香啊。原来大哥的麦芽糕打从种植、采收麦芽开始，一直到装瓶贩售，每个步骤全都不假他人之手。从父亲手中传承下这门古法工艺，只为了让大家能品尝到真正古早味的麦芽糕。真的都是传统的，你看5个灶，里面全部都是放木头。用这个钵，再翻。他这样搓是为什么？对，要搓动啊，对哦。好，给你通气。好，给我通气。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点，这一天要用的量。对，还有等一下我们还再煮一次，要分2次煮。那水不用管它下去没关系，它水会流掉。对，光蒸米就要蒸那么1个半小时。对啊，用瓦斯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。那为什么不用瓦斯？因为没有传统的做法，我们既然讲我们遵循古法，那就要照古说的方法。而且呢，柴火煮出来的东西会比较香，10个小时才能做好100多瓶的量。这么少啊？这个没有很辛苦啊，不好赚啊。更给啊，你更我了，你要用不掉。可以，把这个加滑下去，正常会这样子，会比较。然后来放好中，有无？来这刮无对，卡看好无？你若看完你有无？这力就扯袂起来。OK， 好。所以按你。机会。你看，连起火都直接拿纸，碰到有纸的地方去。塞有纸的地方。对，你要塞的。好，再推进去。小点修一点。OK。是你这个有没有？这个细的这些木材的堆叠有没有？你要先堆好，它才烧得起来。对，我知道它
堆叠方式啊，你通风，但是你要让它晒掉。对，种在里面啊。对啊，所以要不要来看一下？一般不是种在户外吗？对啊，我们跟人家不一样啊，因为种在户外，它洗光的作用嘛，种在麦芽膏会苦苦的，不好。是哦，暗室里面你看，哎呦，哇，这是金黄色的啊，好漂亮哦。因为像我们煮水没有，有绿色的呢，吃起来就苦苦的。哦，洗光的作用，所以采收竹笋都是太阳还没出来就会采收，一样的道理。是连这个全都来，你就放上去。为什么你没有开冷气啊？一般不是如果在室内都是温室吗？那我们是暗室，不叫温室，哦，叫暗室。麦芽是北方的作物，北方的气温有没有？就是比较冷。为了去除麦芽膏的苦味，大哥不惜成本打造暗室，种植出特殊的黄金小麦草。不但温湿度都要细心控制，小麦草的采收时间也得注意，成长不足或太过都会影响其风味。也因此，大哥常常开玩笑说，照顾它们比照顾小孩还累。用这个拨，然后再帮。这样搓是为什么？全部都要搓是不是？对，要搓动啊，对油。好，给你通气。好，给我通气。那这是要搓。谢谢爸爸，创始人。要搓几个洞？都可以，搓越多越好。这样子放到旁边来。哦。现在底部你这样戳下去的时候，到这个位置就黏的。你看它的有没有？它的阻力有没有？到哪边表示它熟到哪边？熟到哪边的？对，因为大概这个下面才开始有阻力。对，下面很深，所以它等于熟到一半而已。哦，很松松的，那就表示没熟。对。糯米在木桶柴火大灶的蒸煮下，散发出特有的香气，让早起昏昏欲睡的大家沉浸在米香之中，瞬间睡意全消。然而大哥可没闲着，赶紧将采收好、洗干净的黄金麦芽搅碎备用，因为接下来等到糯米熟透之后，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将两者在大灶中充分混合。来啊，去全部，然后下面还有没有？你就拿这个来，给我，来放那边。哦，加点水。哦，尬完的那个麦芽味道已经不太一样了。好，这个放那边啊。是嘛？这愈来愈歹啦，这愈来得愈歹啦，有啥？愈来愈大点啊。嘿，越来越重。这要整个要，这个水还不够，还不够啊。它那个配置就是这一锅我们要配满整个水，没有？它才够。反正这个全部都是抓好的，完美比例了。完美比例了。这是水满了没有？米满、麦芽都是刚刚好的。所以这个就我们只能讲完美比例，不会让别人知道。是，当然，商业机密。对，让我看一下现在几点。现在5点38分。5点38分。好，我们大概3个半小时。固定是3个半小时。对，大约。你不用再加什么其他的催化或是什么。过来，等一下有没有20分钟搅拌一次，到最后的来，你现在先摸这个，你摸这个米字，是硬的，对不对？对。3个半小时以后，这个米字空包蛋就好，空包蛋了就好了。别怀疑，纯正的麦芽膏原料就只有糯米、麦芽、空气、水。透过糯米中的淀粉与麦芽中的酵素自然发酵而产生的还原糖，简单来说，就像米饭在口中越嚼越甜，也是口水中的酵素转化而来的甜度。而在经过几个小时忙碌的前置作业，天色微亮之际，我们才终于有空档坐下来品尝麦芽膏的滋味。你看哦，它上面有很多气泡，有没有？听说只有就是用这种最传统的灶去煮，这种才会有这种气泡，对吧？试试看，你想想看哦，之前我印象中我看过的麦芽糖，都是不可能这样子，要用铁汤匙加那个丑，才有可能把它挖起来。如果入去越挖越生气啊！这，哦，你看，这一下就小竹签一下就插进去了。那现在这段时间哦，这个软硬度自然控制，有时候温度要2几度，有时候有高几度，是因为天气的关系，是不是？温度的关系。可以拉很长。哇！软一点就是我们要用的时候，才不会一面挖一面伸进去从嘴巴出来。边挖边干掉。对呀，边挖边干掉啊。
其实本来这个是很美好的东西。对啊，被人家挖到变成老鼠过街人的喊打。现在你只要问卷调查，麦芽膏，你印象怎么样？甜不会，点光光，两水气，对，都负面的，没有正面的。我们这饼干吃下去，里面的东西也跟着不见了，不粘牙啊。我说真的哦，我光用嘴巴这样，你就知道它有多软。然后我咬它，轻轻舌头这样子磨一下，那个嘴巴这样磨一下，它就化掉了，完全不粘牙所以来我这边叫做不粘牙麦芽膏误会的化解站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来这里吃到这一口麦芽膏之前，心里对于麦芽膏的口味还是有着刻板印象的疑虑。现在完全被王爸爸说中，所有误会一扫而空，也难怪大哥会说他们的麦芽膏不粘牙，只粘人。经过3个多小时的糖化之后，接下来还得先脱渣过滤，滤下的麦草渣可以作为天然有机肥，原汁则进入高温淬炼的过程。而如何以柴火控制温度，更是全凭经验。在经过数小时的熬煮之后，真正的古早味柴烧麦芽膏才算完成。这一锅已经算好了嘛？什么样叫好？一定有个判别的方法。那通常有没有？我们就是这样子，来，这个捞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轻轻拿起来，你看锅勺边缘。你手不要碰到。它就没有。瞬间马上对，就结你再去晃，看到没有？会不会很快掉下来？它会不会结？它不会结成硬，整片硬的，对不对？会的话，那就太硬了。那样太这样子有没有？就已经快要 OK 了。哇，它不会掉下来，没有一片，你看，哇，很漂亮，看。可是像这样煮这么久，你们都没有去拉它，对啊，它不会超味道？不会啊，这味道跟香哈，完全我们平常之前印象中的那个麦芽糖味道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就是好了，就要咬这样子。因为这个没有，这个比较危险，这个温度大概110度。OK， 好。所以我做这个动作很顺。对，不然会喷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袂卡咩不。汤掉都没塞啊，汤掉不？糟糕！你手一入去不？我就起来啊。完全没有掉电，还在底部都没有掉电啊！特写一下！哎妈，掉在哪边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烟熏的，因为它真的全部都是用那个炭火。要讲一下。对，到底为什么？它是还原葡萄糖，它的糖的结构链不一样，所以它在火在烧它的时候，它不会掉电。由于纯天然手工制作，麦芽膏的软硬度随天气变化，所以要趁还在高温之际装入玻璃瓶中。当然，麦芽膏可不只能单吃或加入饼干。王大哥和王妈妈可都是麦芽膏料理的好手来的。这整只，你看这个皮，你看，好脆哦！来，你看啊，世界第一等。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！世界第一等，这好像在用力一点会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就破掉了。所以它外表皮是整个涂麦芽膏，不要太大，要把它敲过。那个再敲就破掉了。他这样看这样敲，很像在敲成什么烤乳猪的。对啊，你看，像你说这个烤乳猪的皮有时候硬的，我们这个是你用力敲就破掉了。你先吃一块这个皮啊。先块，嘿嘿嘿嘿嘿，这个不要加葱，直接吃那块皮啊，吃看看口感怎么样。哇塞，刚才敲都还有那个脆脆的声音，对，现在直接，太香了，讲话吗？有听到了。好香哦，香哈，不油不腻。等一下，你这样说。表皮现在这样子，一开始是前面是压的那个皮，它跟烤的那个香味嘛。但你咬到后面，油吞下去以后，还有一个其实很淡，有一个很淡的麦芽香。对啊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麦芽膏、麦芽糖可以加到米粉里面。
因为一般炒米粉啊，可能妈妈们会煮菜就知道，它一定会加糖，它必须要加糖、盐去提味。可是它这种就是你加了麦芽膏的那个甜呐、它会很温润，可是还是好吃啊。我那边有一根筋，那个很好吃。这个麦芽的香味就很明显，一靠近嘴巴，你就闻得到那种麦芽的香味了。这个麦芽香就很明显。这个就加比较多了，这个可以加多。加卤的嘛？对，就可以加多。看着一罐罐我们从头制作，经过10小时心力完成的麦芽膏，闪耀着金黄色泽，缓缓流入玻璃罐中。我似乎慢慢了解职人们心中的坚持，因为所有过程中的困难、挫折、心力交瘁，最后都会化为自信与骄傲。只因为大家欣赏着、品尝着、使用着自己用生命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作品时，那种幸福而满足的神情。